今天给大家多聊几句，希望大家看完或许对你有所帮助。世间万物千姿百态，五彩缤纷，皆由阴阳雌雄相合而形成。人以男婚女嫁形成婚姻，组建家庭而繁衍生息，形成了不同的民族部落。世界历史由男女二人来谱写，对于这人的起源也众说纷纭。达尔文的进化论说，人是通过劳动进化而来。华夏文化说，女娲以泥水造人。基督教说，神以土造人。伊斯兰教说，造物主以土造人。今天咱们不说这宗教问题，咱们说的是普天下人同祖同宗，是兄弟是姐妹，这样大家认同吧？全世界人民大团结，大家赞同吧？可就因为这个信仰认知不同，把人们搞的是四分五裂，骨肉相残，水火不容，达到了异教不通婚，甚至有的是本来是同族，就因为一丁点的矛盾而极端计较，把兄弟关系转为了敌我矛盾。很多网友问，回族是不是可以和外教人通婚？首先咱先看一看回族的发展史。自玉堂永徽年间到关正年间，为平安史之乱，唐李治曾向大食国借兵平乱。安史之乱平定后，部分士兵留在了中国，往往以汉女赐婚于大食的兵丁将士，生息繁衍，使回族初步形成。到了明朝朱元璋强制性的下令，回族不许和同族结婚，强制性的回族男女必须和汉族男女通婚，这使回族人数飞速的发展。很多汉族家庭甚至是家族接受了伊斯兰教的生活方式，很多的汉族家庭和回族成了姑舅关系。尽管有些个回族和汉族的某些人不认可，事实是无可改变的。至于有些个人说汉族人进入回族的家庭喝碱水洗肠胃，那是无稽之谈，没那回事。这是回族为什么说汉话写汉字的主要原因。因为回族是有很多汉族拜奉的伊斯兰，他们的祖祖辈辈本来就说汉话写汉字。自从新中国建立，实行了婚姻自主，到现在的改革开放，使开放的回汉男女，回汉之间处起了男女朋友，这是很多回汉家庭的老人们极力的反对，致使老少矛盾的激化，甚至是反目。特别是回族的家长，我说这话可能遭到很多回族朋友的反对，不过咱得实话实说。首先说，信仰是个人的内心的事儿，别人无法左右，因为穆斯林讲求的是宗教无强迫，婚姻当自主，国家法律也是信仰自由，婚姻自主。如果儿女把你老人不当一回事，你阻拦也白搭。大家应该清楚的认知，在这个时代必然会出现这种现象。如果有人问你从多大是回回，你怎么回答？你回答的那个时候，你能改变吗？你应该知道回族最重要的是什么，该来的他自然会来，该走的他自然会走，走的你拦不住，来的你挡不住，因为这不是你的权利，何必来的你阻挡，去的你强留呢？宗教无强迫，信仰当自由，婚姻当自主，难道你不认可吗？不管你的儿女听不听你的，你们的骨肉关系是改变不了的。你当尽到你的责任，当好你的参谋，卸掉自己的责任就行了。这是这个时代的必然产物，因为这是一个必然的时代。朋友，你仔细想一想就明白了，必然的时代。